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财源广进，身体健康，一切平安顺利，万事都如意。那接下来同样的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我叫阿豪，今年30岁，已经5年没有回过老家过年了。其实我并不是不想回去，只是每次到了年关，心里总会升起一种莫名的不安。小时候，我最喜欢过年，那时村里的年味浓厚，家家户户都会贴上大红春联，放爆竹驱邪，吃团圆饭到深夜，热闹非凡。但我渐渐长大后，每当想起村子的除夕夜，记忆里却总带着一丝说不上来的诡异，某些画面总让人觉得不太对劲。这次回老家，火车一路晃晃悠悠地驶过荒凉的乡间，窗外的风景逐渐从繁华的城市变成了阴郁的山林。一下车，我立刻感受到一种异样的气氛。往年这时候，村口总会挂满红灯笼，一进村就能听见此起彼落的爆竹声，可现在却静得可怕。放眼望去，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口贴着残破不堪的春联，有些甚至像是被硬生生撕掉的，还残留着烧焦的痕迹。我皱了皱眉，心里不祥的预感愈发强烈。阿豪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刚踏进村子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盯着我，语气有些惊讶，甚至还带着一丝害怕。啊，王婶，我回来过年啊。我笑了笑，总觉得她的眼神有点不对劲。她愣了一下，脸色变得更加阴沉，低声说：这几年没回来，忘了村里的规矩了吗？什么规矩？我疑惑地问。王婶却没有回答，而是快速地转身离开，仿佛不愿再多说一句话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整条村子异常冷清。往年的此刻，孩子们应该在街上玩闹，老人们会坐在门口晒太阳，女人们忙着准备年菜。可现在，村子里却静得连一丝人声都听不见，家家户户的门都紧闭着，窗户后似乎有人在偷偷打量着我，却没有人愿意出来打招呼。我心里有些发毛，加快脚步往家里走去。刚进门，母亲看见我，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这句话听得我心里更不舒服。我皱着眉说：妈，过年回家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怎么了？村子怎么这么安静？母亲的表情有些僵硬，过了一会儿才勉强挤出笑容：没事嬷，村里今年比较冷清，快进来吧。虽然她在笑，但我看得出来，她的眼神里藏着深深的不安。晚上，饭桌上摆满了年夜饭，父母像往常一样劝我多吃点，可我却心不在焉。村子的异样气氛让我胃口全无。妈，村里的对联怎么都破破烂烂的？我忍不住问。母亲脸色微变，勉强笑道：今年风大，吹坏了。可有些春联像是被烧过的。我话还没说完，父亲就猛地放下筷子，瞪了我一眼：吃饭别乱说话。气氛顿时变得压抑起来。夜里，我怎么也睡不着，脑子里一直回荡着村里那异样的寂静。我推开窗户，外头黑漆漆的，月光微弱，整条村庄陷入死一般的沉寂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外头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声音，是沉重的脚步声在寂静的村道上回荡，每一步都踩在冰冷的土地上，缓慢、沉闷，带着某种不寻常的韵律。我屏住呼吸，透过窗户往外看。街道上，一个高大而诡异的黑影缓缓地走着，他的身形异常消瘦，
皮肤焦黑裂开，露出深红色的肌肉，宛如被烈火焚烧过一般。他低着头，仿佛在嗅着什么，每走到一家门口，就停下来，用干枯的手轻轻抚摸那些残破的春联，发出沙哑的低语：“红色，红色。”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忽然，那怪物猛地停下脚步，缓缓抬起头，直勾勾地朝我的方向看来。那双眼睛没有眼白，只有2个漆黑的深洞，像是能吞噬一切。我吓得跌坐在地，窗外的黑影瞬间消失了，但耳边却响起一个诡异的声音，低沉而冰冷：“红色，挡不住我的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村里传来噩耗，3户人家一夜之间死了3个人，死状骇人。他们的对联刚好昨夜被风吹落了。我惊恐地看向母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母亲的手颤抖着，嘴唇微微发白，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：“这事村里从来不让说，但现在瞒不住了。”原来村里一直流传着一个诡异的传说。很久很久以前，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可怕的大火，烧死了许多村民。传闻那场大火是因为某个邪祟作乱，后来村里的道士用红色的符纸封印了它，每到新年，村民们都要贴上新的春联，燃放爆竹，维持封印的力量。但近年来，村里的年味越来越淡，有人不信这些旧传说，不愿再遵守这些习俗。没想到封印真的减弱了，那东西又出来了。所以今年才不准放鞭炮，因为声音太大，会引来他母亲的声音发颤。我浑身冰冷，额头满是冷汗。而此刻，门外的风呼啸而过，吹得门上的春联沙沙作响。我下意识地望向门口，却惊恐地发现，对联正在缓缓地从门上剥落。他来了。母亲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。屋外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，1步2步，慢慢地朝我们家门口逼近。我叫小雪，今年26岁。这次过年，我和父母一起回到乡下奶奶家，这是我自高中以后第一次回去过年。说来奇怪，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回奶奶家，因为奶奶做的饭特别香。每次过年，她都会准备一大桌菜，什么红烧猪脚、油炸年糕、清蒸鱼，还有那碗总是盛得满满的长寿面，香气四溢，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我渐渐发现，奶奶家的年夜饭总有一些让人不安的地方。奶奶家有个奇怪的习俗，每年除夕午夜12点整，她一定会准备好一桌热腾腾的年夜饭，摆上筷子，倒满酒水，还点上3炷香，嘴里喃喃自语，请祖先们回来吃饭。小时候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，毕竟家家户户过年都会祭祖。可后来我开始注意到一件事，那桌饭从来没有人动过，可到了隔天早晨，菜盘里却总会少掉一些菜，酒杯里的酒也会消失一半。起初我以为是奶奶半夜饿了，偷偷起来吃，但有一次我特意半夜起来去厕所，经过餐厅时，却发现奶奶正站在餐桌旁，眼神空洞地望着那桌饭菜，嘴里喃喃低语：“吃吧，吃吧。”而那一刻，我清楚地看见，筷子竟然自己动了起来。今年回奶奶家，一切依旧，村子里的年味比城里浓厚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门上贴着红红的春联，街头巷尾响着鞭炮声，一切仿佛都和记忆中的一样。奶奶依旧亲手准备年夜饭，父母在一旁帮忙，
我则像往常一样，坐在小板凳上，看着电视里的春节晚会，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饭菜香，让人感到一丝温暖。时间很快来到晚上10点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吃团圆饭，气氛热闹而欢快。可就在我夹起一块红烧肉，准备放进嘴里时，我无意间看向餐桌旁的木柜，心里猛地一震。柜子里摆着一幅旧旧的黑白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男人，神情严肃，穿着老式的长衫，他的眼睛像是正透过镜头直直地盯着我。妈，这张照片里的人是谁？我皱着眉问道。母亲转头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变得不太自然。哦，那是以前的亲戚，已经过世很久了。什么亲戚？怎么我从来没见过？母亲没有回答，而是低下头默默吃饭，不愿多谈。我心里有些发毛，总觉得那照片里的男人眼神诡异的让人不安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午夜终于来临，远处响起零星的爆竹声，宣告新年的到来。奶奶开始张罗着午夜年夜饭，她熟练地摆上热腾腾的菜肴，摆上筷子和酒杯，然后点上3炷香，站在餐桌前，闭上眼睛，低声呢喃，请祖先们回来吃饭。父母站在一旁，一言不发地看着，对这一切都已经习以为常，但我却觉得毛骨悚然。这桌饭菜是真的给祖先吃的吗？这时，我无意间瞥了一眼桌上的筷子，忽然发现了一个让我心惊的细节：桌上竟然多了1双筷子，6双。我们家只有4口人，奶奶准备这桌饭，按照惯例应该摆上5双筷子才对，4双给我们一家人，1双给祖先。可现在桌上却莫名多出了1双筷子。奶奶，这双筷子是谁的？我心里发寒，忍不住问道。奶奶的身子微微一颤，缓缓抬起头看着我，脸上的皱纹在灯光下显得更加深邃。她沉默了几秒，才低声说：“可能是多来了1位吧。”我浑身一僵，觉得背后有一股凉气直窜上来。我环顾四周，客厅里空荡荡的，父母站在一旁，神色凝重，没有一丝异样。可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餐桌旁的位置上，仿佛有个看不见的人坐在那里，正盯着我看。夜深了，父母和奶奶都回房休息了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。脑海里不断浮现那张黑白照片上的男人，他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，像是透过照片看穿了我的一切。午夜时分，我听见客厅里传来细微的声音，是筷子碰撞瓷盘的声音，是汤勺轻轻搅动汤碗的声音，是咀嚼声。我的心脏狂跳不止，咬着牙，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，透过门缝朝客厅看去。餐桌前摆放着的那双额外的筷子，正被一只苍白的手缓缓举起，夹起菜，放进空气中。根本没有人坐在那里，可那双筷子却在自己动。我猛地捂住嘴，差点惊叫出声。那双筷子夹了一口饭，顿了一下，接着像是感受到我的视线一般，缓缓地停了下来。接着他转了个方向，朝着门缝的方向轻轻地指了一下。我的血液瞬间凝固，全身冰冷的像是掉进了雪窖。他看见我了。这顿饭真香啊！一道低沉沙哑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我尖叫一声，踉跄后退，门砰的一声关上，我颤抖着躲进被窝里，手脚冰冷。隔天早晨，当我战战兢兢地走出房间时，发现餐桌上的饭菜已经被收拾干净，
昨晚的一切好像都没有发生过。可就在我低头的瞬间，我看见桌面上摆着一双被咬了一半的筷子，还有一张发黄的旧照片。照片里是那个男人，他依旧穿着长衫，依旧神色严肃，可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的嘴角仿佛多了一丝诡异的微笑。小时候，我最期待的节日就是农历新年，因为过年就意味着可以放烟火、吃大餐，还能收红包。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长辈们总会给我特别多红包。每次过完年，我的枕头底下都会塞满厚厚的一叠，光是想着要怎么花掉这笔财富，就让人开心的睡不着。可是，今年的过年却让我再也不敢期待红包了。这件事要从我在老家翻出一个奇怪的红包开始说起。今年过年，我和爸妈回到爷爷奶奶家，一座坐落在山村里的老房子。这栋房子历史悠久，木质的地板踩上去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墙角还残留着旧时代的雕花装饰，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沧桑气息。大年30的下午，家人们都在厨房忙着准备年夜饭，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闲得发慌，索性开始翻箱倒柜，想找找有没有漏掉的压岁钱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以前过年时，我总会在家里的抽屉、柜子甚至书架夹层里发现那些遗忘的红包，有时候是奶奶忘了给的，有时候是小时候藏起来后自己也忘了的。总之，每年这样翻找，总能额外捡到几个红包，这已经成了我每年过年固定的小乐趣。这次我来到爷爷的旧房间，那是一间很少有人进去的屋子。爷爷过世后，这房间就一直保持着原样，除了偶尔打扫，没有人会去动里面的东西。我翻开爷爷的旧木柜，果然在角落找到了一个泛黄的红包，厚度适中，看起来里面装着不少钱。赚到了，我兴奋地笑出声，立刻拆开红包，心里盘算着等会儿偷偷把这笔钱塞进自己的红包袋里，爸妈也不会发现。可当我打开红包的一瞬间，我愣住了，里面装的不是熟悉的粉红色钞票，而是一叠泛着灰白色的纸，纸上的图案古怪扭曲，依稀能看到一些模糊的人脸。这是冥币。一股寒意从脊椎窜上来，我的手忍不住颤抖了一下，红包掉落在地，里面的冥币散了一地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红包的封面上竟然写着我的名字，给小哲。我瞬间感觉头皮发麻，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攥住了一样，呼吸都变得急促。这红包是给我的，可谁会给我这种东西？小哲，你在干嘛？母亲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我猛地回头，看到母亲站在门口，正皱着眉看着我。她的目光落在地上的红包和冥币上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整个人仿佛僵住了一般。这是你在哪里找到的？她的声音颤抖着，带着明显的惊恐。我在爷爷的柜子里翻到的，这上面写着我的名字。我的声音也发着颤。母亲的脸色煞白，急忙蹲下身，双手颤抖地捡起那些冥币，嘴里喃喃道：不行，不行，这东西不能留着，得赶快烧掉。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忍不住问。母亲没有回答，而是抓着红包和冥币，匆匆跑到院子里，拿出打火机，一把将它们点燃。火光映照在她苍白的脸上，她的眼神里满是惊恐。那红包烧得很快，火焰舔舐着纸张，发出噼啪的声音。可在火光熄灭的瞬间，
我好像听见了一声低低的叹息，细微的几乎让人以为是错觉。那一晚，我躺在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，脑海里不断浮现那个写着我名字的红包，还有母亲慌张的表情。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没有被解释清楚，可母亲的反应让我不敢再追问下去。半夜，窗外的风呼呼作响，老房子的木门被吹得吱呀作响，四周寂静无声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的快要睡住时，突然听见枕头底下传来一阵沙沙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被窸窣地翻动。我猛地睁开眼，脑袋瞬间清醒。那声音还在继续，是错觉吗？还是老鼠？我小心翼翼地伸手摸向枕头底下，手指触碰到一张冰冷的纸。我的心脏猛地一缩，猛然抽出那张纸。那是一个崭新的红包。我颤抖着打开它，里面放着几张折叠整齐的冥币，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。纸条上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一句话：你欠我的，总要还。我整个人呆住了，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凉透了。这不可能，那个红包不是已经烧掉了吗？为什么会出现在我枕头底下？还我？一个低沉而模糊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沙哑的像是从地底传来。我猛地转头看向床边，月光透过窗户映进房间，在床边投下一道模糊的影子。那影子高高瘦瘦，身形诡异，仿佛没有五官，只是一团黑色的轮廓。他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死死地盯着我，像是在等着我做出什么反应。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发不出半点声音，心脏疯狂地跳动，冷汗湿透了后背。红包，还我？那声音又响了起来，带着无穷的怨气。然后，他动了。他缓缓地朝我伸出一只细长的手，那手掌枯瘦如柴，指甲乌黑发紫，指节僵硬，正缓慢地朝我的脸伸来。我的视线一黑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第二天，我在客厅的沙发上醒来，母亲正焦急地看着我。小哲，你怎么了？昨晚怎么晕倒在房间里？我张了张嘴，却发现嗓子干涩的说不出话。我的手颤抖地伸进枕头底下，那个红包已经不见了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一系列的恐怖小故事哦。